俗话说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又有一句话说，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。面对人生，我们总希望一帆风顺，万事如意，但现实却是骨感的。我们总是不经意间就遭遇不幸的事，小则不小心弄破杯子，大则遭遇意外，甚至丧命。小的不幸我们可以一笑置之，但大的不幸我们有时候却是不知道如何面对，甚至大到无法面对。当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上时，可以带着怎样的态度呢？期待最好的结果，但做好最坏的打算，或许是较好的心态吧。悲伤未必全指的是令人心碎的状态，也可以指凡事不如预期而带来负面感受的状态。就如疫情时代的我们，生活遭受重大变化，许多我们原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，如今却变得如此稀缺，生活遥不可及。可能是你的工作受到影响，可能是你的家人或自己遭遇打击，可能是学校生活不如以往自在，或甚至是最小也最大的影响，就是口罩已变成生活新常态。这种种的变化带给我们心理上各样的冲击，但总结起来就是让我们感到不舒服。而这不舒服可能带给我们或大或小的负面感受。面对这样心理上的落差，我们该怎么面对呢？欢迎来到 Twilight Say 文明说，这是个学习的频道，我将分享我所学习的觉得有用的东西给大家，希望可以带大家的生活更加多彩多姿。1969年有一本书问世，论死亡与临终，这是由一位精神科医生伊丽莎白·库伯勒罗斯透过长期照顾临终病患总结而出的观察。书中整理并提出人在面对哀伤与灾难过程的5个独立阶段，也就是现今流传甚广的悲伤的5个阶段。悲伤的5个阶段描述如下： 1. 否认。当冲击来临，我们遭遇不幸，通常人的第一反应会是否认，这是一种保护机制。典型的反应会是不会吧，这不是真的，这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。 2. 愤怒。当人无法再否认这个情绪时，人会试着将责任归因给外在的人事物，包括自己这个人身上，将自身的情绪投射其上。典型的反应会是都是大环境造成的，都是因为你事情才变成这样的。 3. 恳求。当愤怒的情绪人无法脱离悲伤时，我们可能会软化下来，改用讨价还价的方式寻求可能改变结果的契机。典型的反应会是只要我的孩子能醒过来，我愿意减寿10年。这次病好之后，我一定要好好运动。 4. 沮丧。人一旦明白讨价还价也无法改变事实时，沮丧的情绪会再次重重的涌来。若是处在这情绪的人无法顺利走出这阶段，很可能会选择了结自己的生命。典型的反应会是不用再治疗了，浪费钱，反正我也没救了，算了吧。他不会再回来了，我活着也没有意思了。 5. 接受。顺利度过前面阶段的人们会接受无法改变的现实，情绪也跟着渐渐冷静下来，对人生反而有新的感悟，明白生命是要继续往前进的。这时的人们会选择重新审视人生道路，找出往前走的方向，重建生活。典型的反应会是既然改变不了环境，我就改变自己吧。事情都过去了，我还在这里，日子还是要往前走的。这5个由库伯勒罗斯整理出来的阶段并不是一套标准程序，也就是人在面对悲伤时未必会全部经历这5个阶段，可能只有其中几项，但至少会经历其中2个阶段，并且人在经历这过程时未必会按照整理出来的顺序，而是因人而异。既然这5个阶段不是人人都会面对的，那这套论述有什么用处呢？面对情绪的来临，到能接受，其中需要的第一步就是辨识它，也就是能明白自己经历的是什么情绪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当人在面对未知时，恐惧、压力会跟着水涨船高，所以当你的情绪来临时，若是无法辨识它，这情绪就是未知的，会带给你焦虑、恐惧和压力。若是处在无法辨识情绪的状态太久，人不但无法从情绪中走出来，反而会让人的心理生病。当你明白面对悲伤时人可能会经历的5个阶段，无论是自己遭遇到悲伤，或是他人经历时，你也较能轻易辨识所面对的情绪是什么，也较能够走出情绪，无论是帮助自己或是协助他人。关注自己的情绪变化，并能精准表达出来，是情绪健康的关键。回想我们的成长环境，我们其实很少学习如何面对情绪，
因为可能我们的父母或师长他们也没有接受过这样的训练，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靠着土生土长的方式学习面对情绪。这也造成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在情绪上受伤或是伤害别人，并且这些伤口也没有接受好好的处理，我们就这样带着伤痕长大，在我们的性格中潜意识里无意识的状态下被这些情绪的伤口影响着。面对悲伤的冲击，无论大或小，我们都需要辨识、倾听和陪伴，无论是来自他人的协助或是自己和自己的相处，我们都需要辨识自己处在什么样的情绪中，明白自己处在什么样的阶段。明白自己的状态后，我们需要被倾听，无论是被信任的人倾听还是被自己倾听。若是可行，我会建议写下情绪日记，记录下你内心的对话想法，写完后你再给自己读过，让自己倾听你的情绪。我自己在情绪低落时，会把手中事物停下来，花点时间写下内心的情绪感受，再自己读过。通常写完后，我也较能明白自己在面对什么样的情绪，也较能掌握自己的状态。我们也需要陪伴，得到身边信任的人的支持，或是在难过时给自己放个假，暂时脱离日常，去吃点想吃的，或是去到户外走走，沐浴阳光下，让自己的紧绷得到舒缓。人毕竟不是机器，人就是人，就是有情绪的人。面对情绪来临，我们若是学会与情绪好好相处，你的心灵也将会更健康，而你自己本身也将会是个更完整的人。以上是今天的分享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及打开小铃铛。